你多久降到40公斤？半年降30，半年降30很拼呢，是这边很痛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整个是一样走焦黑纱啊，这么痛的吗？我已经看到阿公在向我招手了。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减重？非常简单，就是想要交个女朋友，想要瘦一点，瘦一点感觉比较容易交女朋友。身体的伤，痧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。欢迎这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我们现在在高雄，好不好？然后跟我们的蛇丸哥相见欢，来到我们南霸天，好不好？对，真的是南霸天。想不到 MGA 在南部有插旗啊？当然一定有啊，差一点就插到屏东了，就差你这一点。那我就觉得你第一个插一定要插潮州，第二间再开屏东市。好，答应我，我看看。刮起来来了，今天就来这边，从上刮到下，能刮的全刮了。你要不要先讲一下你现在瘦了多少？快40公斤。好厉害哦！对，我会运动，然后再加一个简单的饮食控制，对吧？没有到很专业的那种，比如说去身体测出你有什么过敏源，没有到那么的精确。但是我因为有拍片的原因，对，所以其实有稍微拖慢我减肥的速度。对，因为你拍片都在吃啊。对，拍片都在吃，但是其实我也很 enjoy 这个过程，每个礼拜的那种放松日。瘦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个困扰，就是很容易好像皮肤跟不上自己的进度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个皮会比较松一点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我也是3岁之后觉得，身体健康真的是蛮重要的。对啊，毅然决然的决定，好不好？踏入运动、减肥、瘦身的这个行业。好，我们赶快来刮一下。好了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刮了，一样标准流程啊。我们先喷一下我们的净化喷雾。我先让你放松身心。哎呀，这充满了神圣的力量。对啊，这个刮痧的仪式超像在驱除恶灵。把我的那个身体这样摸过一遍之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觉得这边蛮硬的，这边蛮硬的。这边是三角肌嘛。那大部分在做重训，因为是搭配运动还有饮食。那重训大部分会用三角肌，所以等下这一块应该会很痛。后面的话呢，整个流汗，然后跟我们的汗的那个毛孔其实比较明显。那这个在我们比较壮的朋友身上很容易会出现这个。那一样就刮下去就对了。所以毛孔明显是一种症状现象。发现他的手臂后面，像你这边是还好，也有一点点在这边。如果有那种毛孔颗粒感很大，通常都是因为他可能之前是比较壮一点，只是他现在瘦下来，所以你有可能不知道他有这段过程。所以我有一点点往下，你这边会很难受哦，因为我这样摸有没有全部都硬的？你只要身体是硬的，你就没有办法再让它很好的燃烧它代谢就会很难代谢，因为它太硬了所以像我们家国训的选手，他们如果今天是要降体重，就不能够先练最大重量，因为他只要一练最大重量，肌力就咬死住了，那他就没有办法降下来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以减重为主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压太大的重量，不要追求就是那个重量一直往上加。那我要开始喽，这边泡泡的，我会觉得水比较多，那这边比较多的话，会影响到头皮下面的血液循环，所以应该思考可以再更快。你弄之后我会变聪明，对不对？变有精神。那我从头皮开始往下刮，因为我要带你的水分。痧无敌黑，黑到一个不行。那么痛啊？那还是笨一点，不想聪明了。突然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这边超黑的，你多久降到40公斤？半年降30，半年降30很拼呢，是这边很痛哦。对啊。整个是一样走焦黑纱快不行了，刚开始而已那你会发现它的纱都是带黑色的。我的很黑吗？蛮黑的，我们叫做暗红纱或到黑纱，所以会越刮越不红嘛。纱是伤害，你的伤害都处理完，就完全不会有纱，然后也不太会痛。所以你现在刮很红，就代表全身都是伤。对，有纱的地方就会有。像我现在这样刮这边已经有纱了，这边超热，你应该感受得到很热，代谢就已经开始在跑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刮半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边它在带它的循环。可是因为你有在做重训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就是把你的循环打开，那剩下的就是交给你。这么痛的吗？这个地方吗？这边是你做，例如说像战神，或者是说你今天是打电脑，这边就会比较痛一点。这边带水比较多，然后这腋下这边就是淋巴嘛，这样还行吗？我已经看到阿公在向我招手了，一种团聚感，快受不了了。中段的话，全部都是偏燥热纱。刚刮好像身体快坏掉了。我觉得身体刚好现在是可以保养的。因为毕竟你也30几岁了，这个零件已经用了30几年，车都要保养，人没办法换零件，就更要保养。然后下面都是属于燥热因为南部本来就热，对，热，然后大家又吹冷气，
对，所以里面就会很凉，然后外面又很热，整个身体就会比较容易坏掉，就会很慵懒神神。对，然后我刮这一条是让你2、3头会比较好分界，因为这个有伤害哦，现在它有点直直的，这个回去都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淤青，你不要吓到。你觉得你在做重训啊，或者是你在整个减重的过程当中，没错，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半夜肚子饿的时候，要忍住就比较辛苦，但是如果忍住，隔天起来就比较快了。量体重的时候就会有显现出来那个忍住的成果。哦，对，再来就可能运动的累，不过运动的累会随着你身体的习惯，对，慢慢降低这样。可能我一开始运动的前半年，我就哇，每天真的是练到跟狗一样这样。然后到后面之后，其实渐渐习惯那个强度之后，你会越来越还可以接受这样。对，只是教练也会随着你越来越习惯，他就开始加，所以其实差不多都会维持在一定的累度。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减重？非常简单，就是想要交个女朋友，想要瘦一点，瘦一点感觉比较容易交女朋友。再第二个重点就是，我觉得，其实30多岁了，这样身体太过于极限，把它撑太大了。对，撑太大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消耗自己的生命。我觉得差不多该让自己回归正常。我是属于那一种，要么就不做，对，要么就是认真做的人，对，就是0跟100的差别，所以就全力超这样。所以你后来瘦下来，就真的直接交女朋友？是瘦下来之后才追到，那时候不是要煮水煮餐吗？对，所以我都会去全年买菜嘿，而全年买菜遇到的结账的人吗？没有，他也是去买菜，就是我在买菜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我女朋友刚好走过来，被我那种选菜的英姿所吸引，她受不了，然后嘞，然后跑来说，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这样？哦，没有看过你这么帅的人这样。哦，是这样，是你的粉丝。对啦，算是粉丝，有看过的影片，拍完照之后就他用 IG 传给你。对，他用 IG 传照片给我，然后就稍微关心他一下这样。关心他，还是我明天下午会再去买菜，可以再拍一张？没有啦，就是他那时候刚好手有受伤这样，然后我就说，我手还好吧？后来有没有好一点？他说有啊，有好一点。然后他就开始问说，潮州哪里好吃啊？然后就开始推荐他，哪一间好吃，哪一间好吃，推，然后推着，就突然间就说，还是我们哪天约去吃早餐？事情就是这样。这个地方痛啊，这个地方。对，我知道。你平常会腰酸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段是真的很痛哦。下半部的时候，这一条是完全在表皮呈现很血的那种颜色，就很鲜红。以外，它里面都是有点淡淡的紫色。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腰椎关节会比较不好，就这样子的颜色比较代表的是旧伤，而且这种旧伤大概有3到5年。有一次有闪到，就可能搬东西闪到，然后后来那你是闪到哪里？就是大概这个下背的地方。是整个下背，没有分左右边这样。没有，就整个正中间脊椎的下背这样。OK， 那你这样重训，你刚刚说你已经半年你瘦了30，快30。那你现在现在大概瘦40。那多久？半年后又过了1年吧。对，1年就是瘦10公斤。后面是为什么会缓慢呢？后来就工作比较多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一点进入那种半停滞期的感觉，体重会降得比较慢这样。对，但是这阵子本来就是必须要撑过去这样。对，但是也过1年了也过1年，真的其实有时候刮完你再去运动，它那个燃烧啊，又开始代谢又变好了。这边你忍耐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这一块比较没有办法丢等来，又痒又痛了。没有人碰过我那一块。那块连我女朋友都不能碰真的因为我很怕痒那这样还可以吗？杀出来了，对，杀出来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的整体力道都还好，然后这个是杀筋，杀筋就是包含说我们今天在抽高，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刚好吃比较多，那皮被撑开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纹路。就类似妊娠纹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一点像。然后像那个孕妇那个就很典型，反正只要有被压力撑开都算。然后像这种的话，我就会涂一下我们的无瑕油。透过刮痧，然后再结合训练，让你整个运动的效果更好的话，基本上1到2个礼拜就要刮一次，效果是最好。那你瘦下来之后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觉得体力变好蛮多的，比较长期在运动有差啦，比较不会累。我觉得体现在那种出国上以前我出国，对，可能没办法走那么多路，累得要死，脚痛得要死。现在出国哇，那随随便便1天2万随便乱走。体力变好之后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觉得在消化又有变快。以前是吃很多，但是可能可以撑很久，就是我觉得好饱然后可能就好胀，然后就一整天就过去。然后我现在是降到可能只有以前的6到7成之间 ，maybe 5、6个小时，我就可以再吃一次7成的量。通常我们消化吃饭应该1、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，而且我自己1、2个小时我就可以去排便了。我排便也蛮顺畅的，我早上都一定1个，下午我一天大概
概1到2次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叫纱巾，就是所有原本的可能是成长纹啊，或者是说，今天可能肚皮撑大，然后有一些妈妈可能是妊娠纹。如果我们今天要刮痧的话，就是要刮到它有一点点上色，那通常会有点紫紫的。那我们皮肤里面有一个叫收口细胞，它基本上它就会自己去活化跟作用。然后对于我们刮痧来讲，这些表皮的受气，我们这样子去给它一个外力，其实会效果更好。那我们现在刮完了之后，因为其实舌丸它有在运动，所以它代谢其实是蛮好。一开始这边整个是黑，然后有点焦黑的颜色，现在其实已经很快速的退掉。这个是属于脖子的伤害，就是一般肩颈酸痛啊、低头族的那种肌肉紧绷，你自己要做伸展。但是下半部这边属于肌肉骨骼，从我们的上斜方肌，然后刚刚的三角肌，连手在这边我都觉得超热。你整个现在左半边都在宣泄你的热气。没错，肩胛骨这边一样是重训累积的肌肉疲劳。我这边顺完了之后，这边的皮肤的状况跟我在旁边，其实这边一样偏硬，而且你会发现在腰线这里，我这边的水分已经开始往下带了，因为我是单一方向，我有物理性的引导。右半边，你看它到这边都还是很蓬，可是我这边，我的水其实已经往下带了，而你的身体非常的争气，吃下来我每一个刮痧盘的力道，嗨，真是条汉子，吃好吃满。对，所以等下右边我们继续。你看哦，我现在这边刮完，对不对？我的左边这边是不是很温暖？你看右边非常的冰冷。对，我好像一直都有这一种，就是越晚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觉得我很热。但是其实我朋友摸我的肉啊什么，说你的肉很冰啊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很热？全身很燥热这样。没错，所以我今天在刮脊椎的时候，我刚刚不是一直说你的脊椎很鲜红、很燥热吗？就像是你里面很热，可是因为你可能吹冷气，或者是你狂洗澡，我们身上的水分，要么就把它擦干，你不要让它冷气，然后让它晾干的那种感觉，那这样身体就会有很多寒气。它连这样子，我左半边这么热，我的热都传不到我右半边。所以你有觉得我的皮肤比较冰一点？很冰哦，很冰哦。对，但还不是到最冰，因为我们刮痧盘如果遇到那种超级无敌冷底的人，我的盘会很像从冷冻库拿出来。啊，我算冷底吗？你还好，你的代谢其实对于我来讲还不错。你们这个刮痧是有在打麻药的吗？没有，有医生这样讲过，他说我可以自己打吗？我说不行，因为痛不痛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讯号。我刚刚其实有一些力道是我还没有进去，但是你就痛，我就知道其实你现在会比较紧张。啊，对，因为我按摩的时候就都很痛。那有一些是我真的觉得刮到会痛，然后我就去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会痛。如果他会痛，那就代表这个人他跟身体是比较内外一致的。那这样的朋友比较值得交。你也是要分析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要分析什么身体有什么状况。会有那一种人明明就不会痛，跟你说好痛，我不要再刮了。有这种怪人吗？他不是怪人，他是高敏，像我女儿就是，那是先天的，她没有办法。那有一些她可能是后天，但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刮过痧，所以你会有点想说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可是我以前按摩我都觉得很痛。高敏是因为小时候如果不看大人脸色，可能会被丢在路边。你在刮我伤口这边有痛哦。有，而且痧很黑哦。对，这个痛就很理解。对，有受伤。对，然后断掉过。对，断掉过。合理。因为我小时候很皮，然后可能他已经在不爽了，然后还跟他说，我要喝湿热冰还是什么，然后他就整个就压起来。他说：“你下车，丢那边的就骑走了。”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我人体 GPS 就是这样认出来的。因为你今天不认得回家的路啊，我可能就没办法走回家了。哇，从此就没有大蛇丸，就变小蛇丸就不见了对，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好像国小一还是幼稚园就被丢过第一次了。你妈算是觉得你应该会知道回家的路。对，但是我有一次他把我丢了之后，我也很生气，我就往反方向走，我走回老家找阿公阿嬷，大概就走了1个多小时。陈年往事啊！现在刮的是心肺反射，尤其是在这一块。真的假的？那心主喜，肺主悲，所以会让你感到悲伤难过的东西，尤其是右半边。在你刚刚在讲你妈妈的故事的时候，那个悲伤是有出来的，因为我刮到的沙种是不一样。调皮捣蛋啊！对啊，所以你的身体其实后天的合理化，或者是你说服你自己的方式很好，就是因为我很调皮。那因为我妈妈可能她也比较有个性，她也很调皮。父母亲都是当了父母亲之后才会知道怎么当爸妈的。你是第一个孩子？没有，我第二个，第一个就很乖。第一个很乖啊，我就比较调皮啦。我大概到爸妈离婚，大概是4年级的时候吧。4年级回去给阿公顾之后，整个性情就大变。怎么说？就变成现在这样，比较和善吗？比较和善，比较喜欢讲一些偶戏杀的这样子。然后以前就是都不太讲话。可能因为阿公给你一个很大的稳定感，所以你就不用伪装或武装你自己。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呢？因为对于我来讲，我所看到的你会包含说，我觉得你蛮重朋友的，然后你也很重视你的家庭，你的阿公的关系很好。那你还会怎么形容你自己？
我觉得别人快乐的话，我会比较快乐。我是属于那一种，自己的快乐是什么，其实不太了解。但是如果我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跟着开心。所以我就很希望把开心这件事带给大家，然后带给身边的朋友。我就看到他们快乐，我就心里就很满足。我就他快乐了，是因为我快乐了，就觉得但我就很开心。可是你说我自己如果不透过这件事要找到自己的快乐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难。我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自己的观察，其实是因为对自己的未来的期待感比较没有，但是好处就是很活在当下。就太有期待，有的时候会太看未来，而忽略了现在此刻陪在自己身边的人。当下可能你很想要照顾好阿公，那当下你很想要跟朋友玩，当下你很想要带给大家欢笑，那这是生活下来嘛，或者生存下来的人的好处。这边也会比较痛哦，这边是真的有受伤真的很痛妈妈现在是妈妈过世了好，抓不到她了，抓不到你了妈妈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她是过世，在我大学的时候过世了。爱与惩罚并行的战士，是美少女战士，是美少女战士，就是怎么说？你看她凶起来很凶，但好的时候又还不错，我也不晓得，走在时代的尖端嘛。那你会无法揣测她在想什么？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根本不用揣测，我根本不会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是觉得他今天应该不会想揍我。对，只有妈妈今天会打我，还是今天不会打我？就是我妈的前期状态跟离婚后的状态就不一样，可能就我不在她身边了，她反而就会特别想我，这样就会变成她就是一直对我很好这样子。可是我就想到以前她揍我的时候，变成一个很矛盾的状态，有一段时间会不知道怎么面对妈妈这样。但是其实大概国中之后就会觉得理解到妈妈大概遇到什么状况，稍微长大一点，可能国一国二就比较能理解她。以前都会抓到他们偷偷出去玩不带我，他们真的是很糟糕记一辈子那真的是不能骗小孩，他会记一辈子。我拔腿就跑，我一直追对好可怕我可能充满着愤怒，充满着愤怒。你以为我疯是长大才疯的吗？我小时候就疯了。你敢跑，我敢追。然后我妈一路追就没看到我，就转弯了。然后可是我就一直追，老师也没有抓到我。可是我记得那一次很伤心对，我记得那一次我就一路跑回去阿公阿妈家我又跑回去了。你又跑1个小时。之后阿公阿妈就说：“你怎么光着脚跑回来？”对，还有受伤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小时候很突然，就很生气，气到很生气，很牛啊！那时候他们就叫我牛啊。他就叫你牛。就说你是像一个水牛一样，不会转弯是不是？阿公就会念阿公会骂就会说怎么会让小孩子这样跑回来，很不安全，危险。那你会觉得你妈当初没有带你走这件事情，会有点问号，或者是说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？还是说太棒了，我跟阿公这样？太棒了，我跟阿公。对，我当下就觉得我这样会回去跟阿公住了。在妈妈这一块没有到很有想法，讲老实话了。就没有到很想，就觉得他就蛮可惜的，在我还没有成功出社会赚钱的时候就先走了，因为那时候大学嘛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来不及孝敬他，有点微可惜啦。有唯一让我比较有感受的是阿嬷的过世，阿嬷大概在我大一的时候过世，那时候我就才注意到，阿嬷怎么突然间就走了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原来就是阿公阿嬷是不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我有被吓到，你依赖的人突然间走了，崩塌了。对，是那时候只剩阿公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就有决定说，就是我一定要用剩下的时间，就是全力陪着阿公这样子。所以我一路从大学这样一路陪到去年阿公过世这样，所以就陪着他做很多事情这样。然后他想去哪里看看去哪里用，我们都陪着他去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几十年来真的是陪阿公走遍大江南北，然后带他到处看看，带他去吃好吃的。所以一直到去年阿公真正的是过世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虽然他过世了，这辈子可能看不到了，我回想起来，我就觉得我该做的都做完，所有该陪的陪完了，然后他想做的事情也都陪他去完成。我很羡慕的地方是你至少你阿公有看到你后来 YouTube 频道是破100万的嘛，这是他当下他有看到。买房子的这一段应该是还来不及，有他看到，这有看到，他只是来不及装潢好入住而已，就是当初一买我就带他去看了这样。他那个电梯也坐了几遍这样，帮我镇宅一下。对，推北拜哦。我讲到时阵我住头前这间，你住后壁这间，阮两个安尼相像，做邻居较近安尼。要食饭，你就坐电梯落去食饭安尼。你这边整个真的肿起来哎！你看它的焦黑纱藏在耳朵后面，但我觉得这个跟下巴骨吃东西咀嚼有关。所以当我今天一直在大口吃东西的时候，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职业伤害，因为一般人我没有刮过这个东西。你读书的时候都希望你最好都不要有女朋友，你一毕业就希望你结婚。什么？这是什么要求啊？结婚，明年就直接抱孙？不可能！你在学生时代，你不让他们这样子磕碰碰的，你一毕业就要让他马上交女朋友，然后1年后结婚，后年生小孩，快点贵呀！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